拿破仑说过，皇帝的宝座只是一件过时的家居，在宝座背后隐藏着的是我的智慧、我的野心、我的理想。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1970年苏联拍的战争大作《滑铁卢战役》。这部电影恢宏巨大的战争场面全部都是使用真人真马拍摄的，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，可以说完爆今天的电脑特效。电影一共耗资4000万美元，是当时世界上拍摄成本最高的电影之一。拍摄时候得到了苏联方面的大力支持，一共派出了15000名军人担任临时演员。为了更真实的还原历史，这15000个苏联军人按照拿破仑的军队规范培训了好几个月，由此可见外国导演的认真和严谨。故事呢，讲述了1814年4月，4个国家的部队正在向巴黎逼近，接连遭遇惨败的拿破仑还想反击，但是被手下联名逼宫，众叛亲离的拿破仑只能签字退位，前往了厄尔巴岛。但是10个月后，不甘心就这样失败的拿破仑从岛上逃走，带着700多个人在法国登陆。法国国王路易18就派军队去镇压。拿破仑的手下一看这种阵势，觉得肯定是完蛋了。但是没想到拿破仑一个人走向前，说：“士兵们来吧，向你们的皇帝开枪吧。”这些士兵原本就是拿破仑的旧部，对他极其崇拜。一听见这个话，全部像疯子一样跑过去，拥护着拿破仑反攻进了巴黎。拿破仑出发的时候才有700多个人，但是到了巴黎就已经有了15万大军，上演了一幕真正的王者归来。这就是中国人说的得人心者得天下。国王路易18吓得连夜出逃，拿破仑呢再次登上了皇帝的宝座。反法联盟认为拿破仑是世界和平的搅乱者和敌人，于是8个国家一共集结了70万大军再次进攻法国。威灵顿带领的英军和普鲁士军队率先到达了比利时。拿破仑深知时间就是生命，一旦所有联军汇合到一起就难打了，于是他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赶到比利时，率先对英军和普军发起猛烈的进攻。英军和普军被打得匆匆逃离，拿破仑就分了1/3的兵力去追普军，然后带着剩余的军队去追击威灵顿。之后威灵顿的部队撤退到了比利时一个名叫滑铁卢的小镇里。1815年6月18号，拿破仑带领大军准备和威灵顿开战，但是因为连续降雨，路面泥泞不堪，骑兵和大炮呢是寸步难行。拿破仑就把开战时间延迟到了上午11点，才用大炮率先发起了进攻。拿破仑判断英军的弱点就在中部，于是佯装攻打英军的左翼，等他们过来增援，再集结大军攻打中部。但是没想到攻打左翼的时候遭到了英军顽强的抵抗。拿破仑呢见左翼无法突破，就组织大军对英军的中部进行正面强攻，还不断使用大炮轰炸。威灵顿就撤退到山头后面躲避。拿破仑见炮火失效，于是组织大军攻过山头。没想到威灵顿埋伏在山后，全部的步兵组成了方块阵型。刚刚翻过山头的法军面对突然而来的枪林弹雨，损失惨重，只能撤退。下午6点，拿破仑呢再次铤而走险，集结大军试图再次强攻威灵顿的正面。威灵顿呢稳住阵脚，陆陆续续的向后撤退，等待联军的援兵。果不其然，就在拿破仑以为胜利的时候，普鲁士的军队暗中穿越过树林，到达战场，对法军发起了进攻。威灵顿呢也集合剩余兵力开始反攻。拿破仑军队的士气慢慢下降，军队也发生了骚动，防线一步步失守。随后呢全线崩溃，被俘虏的法军没有一个人愿意投降，于是威灵顿下令开炮，把他们全部炸死。太阳呢已经从西方完全落下，拿破仑在大雨中看着遍地的尸体，过去伟大的记忆在嘲笑他。这场战役很特殊，因为它是极少数凭一场战斗就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战役。这场战役使威灵顿公爵成为了英雄，而拿破仑呢被流放到了大西洋，从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。这一场战争是天才和数学家的对决，因为威灵顿早在1年前就对滑铁卢这个地方有过调查。这场战争他经过非常精确严密的计算，他在谨慎的同时也勇敢，该跑就跑，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。所以威灵顿是战争中的数学家，而拿破仑是战争中的米开朗基罗，是天才。而这一次就是天才被老谋深算的数学家给击败了。当然从更大的局势来看，拿破仑也是必败无疑，因为在这之前拿破仑已经洗刷了各国10几年，多个国家呢已经组成了反法联盟，就算他打败了威灵顿，也没有力量去对付路上的俄国、瑞典等其他反法联军。所以拿破仑的滑铁卢战役就是中国人说的回光返照，迟早必败。法国文豪雨果也说过，拿破仑的这场战役完全是一种赌博。所以拿破仑是一个千年难遇的天才，也是一个赌徒，他追求的目标远远超过了他个人的能力，还有法国的国力。